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采薇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PS5 出了有些日子了，大家觉得 PS5 的原装手柄感受如何？我频道很久都没有更新过和手柄相关的影片了，因为原装手柄都差不多，之前在 PS5 的测评的影片里都有讲过。但是除了这个原装的手柄之外，有什么别的好手柄可以分享呢？在等待索尼官方历史第一次放出官方版的精英手柄之前，本期影片就来分享一个第一个第三方授权的精英手柄，手柄中的法拉利 SCUF PS5 精英手柄。接下来我会展示一下开箱，介绍手柄，说一下购买原因、刻制方法以及使用体验的分享。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手柄，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给这个影片点个赞哦。SCUF 精英手柄 PS5 版本一共有3种 Reflex、Reflex Pro、Reflex FPS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Reflex 版本的开箱，我会边开箱边做一下这个手柄的介绍。3版的区别，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游玩方式的不同的选择。Reflex 3种系列都具备4个可编辑的备件。FPS 版本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短键程扳机，但同一时间去掉了自适应扳机和震动模组，组合上更适配追求硬核操作的 FPS 玩家。Reflex 和 Reflex Pro 的构建组合基本相同，都不具备短键程扳机，但同时也继承了 PS5 原装手柄的自适应扳机和震动模组，更适合非硬核的 FPS 玩家和偏向剧情游戏和动作游戏的玩家。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 Pro 具有更好的防滑、握把组件，使手柄抓握更加稳固。关于购买价格，我入手的是刻制手柄、盒子和配件，加上到澳大利亚的邮费，总价是300多欧元。你购买的价格可能会跟我不一样，因为具体价格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，就是你定制的图案、颜色还有材料的不同。SCUF 可提供多种自定义、个性化外观涂装选择。关于如何选择以及购买，其实和 Xbox 精英手柄的客制化官方网站的操作是一样的。你需要登录 SCUF 的官方网站，然后选择 Customize。接着选择你想要的型号，然后再选择 Customize。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手柄的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做个性化的选择，图案、颜色还有设计师款，玩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手柄涂装。我手上的手柄呢，我是加价了30欧元选择了设计师款，别的部件也可以加价改变成特殊的颜色和材质，比如说这个摇杆的帽子从黑色变成其他色就需要加价8欧元，所以说一套刻制下来有可能价格会超过你的预算。关于购买原因，就是之前在使用 PS4 的时候，我在雷蛇精英、图马斯特精英还有 SCUF 精英中选择了雷蛇和图马斯特，现在 PS5 了就想入手一个 SCUF， 了却一下心中的遗憾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SCUF Reflex 的手柄的细节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扳机键，虽然不具备短键程，但我们在实际的使用中会发现扳机键较原装的 PS5 手柄键程上也略短，且按键更加松软，没有那么强的阻力感，且回弹自然的同时按键反应也更加灵敏。在不追求极致 FPS 操作的前提下，已经算是足够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了。再来看一下基本按键，按键按下时声音非常的轻柔，可感觉与原版完全不同的按键手感，大家这里可以感受一下。摇杆方面对比原装手柄可谓是天差地别，摇杆各方面反应十分准确、快速，回声速度快且轻快，不像原装使用起来有那种笨重感。备件方面，2个长按键更似 Xbox 精英备件设计，每个备件可以单独映射任意按键，这方面不像是之前可以进行红编辑，现在只可以单按键映射。这点出发可能是想进军电竞市场，并且之前红编辑功能使得 SCUF 品牌总与外挂等字眼挂钩，受人诟病。对于不需要或者不适应备件使用的玩家，相对于 PS4 时代常用的关闭功能，今年的备件设计成了可拆卸组块，使用起来更加人性化，更加方便。整体手柄从外观、品控、功能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，相对于原装手柄可以说是各方面都完爆了。我已经在当地的实体店预购了第一批原装的 PS5 官方精英手柄，之后我会在频道对2种手柄进行对比。频道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下订阅还有关注哦。目前市面上还有一个手柄品控之王，就是雷蛇精英，不过目前只有在美国上市，澳大利亚买不到。有没有美国的小伙伴可以介绍一下购买渠道啊？
如果买到了呢，我也会在频道来给大家做一下横向对比。关于买还是不买呢，其实平心而论，性价比是不太高，尤其是这个配件，买了之后发现根本的使用概率是零。但是一个高品质的手柄所带来的游戏体验是原装无法比拟的。如果你玩游戏经常会导致手柄磨损、漂移，而且你的预算充足的话呢，就推荐购买这个更加耐用的精英手柄。总体来说不错吧？我是采薇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和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，点个赞还有个关注吧，下个影片见。